今天我们来讲 Linux 的基础。这一次分享已经拖了很久，将近大半年的时间。之前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分享过主流的发行版系统怎么更新安装软件，那我相信大家还是有一些印象的啊，比方说我们的乌班图 Debian， 还有我们的 Alpine Linux， 还有 CentOS 红帽系的包管理器的一些使用。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这些之外的所有 Linux 都通用的一些标准的使用命令，不以我们今天这样的顺序为准，这样的只是我列出了一些大家常用的。那我今天会分享的是我最常用的 Linux 基础的通用的一些命令啊，跟大家来分享。社区未来的话，大家有任何 Linux 运维、网站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这边提问，我都会跟大家分享，进行一个交流和回复啊。那我们这边呢是支持 GitHub 谷歌的登录验证，你也可以去申请邮箱来收验证码来进行登录。好，我们来到一台 Linux 的机器上。服务器也好，还是你家里的群晖之类的这些，你都可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块呢显示的是你的用户名，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当前所在的工作路径。以后大家见到这种符号，就表明我们现在是在工作目录下。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有个井号，在 Linux 这边啊，它就是一个 root 身份的管理员，基本上都会用井号来代替。还有用美元符号的，那就表明你当前的用户是非 root 用户，你有一些权限是会被受限的。那在生产环境下啊，大家都会用到美元符号，而非我们这个井号。因为用到井号的话，你是最高权限的话，安全性层面上，对于一个企业或者对于一个比较大的组织来讲是非常不安全的，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这方面大家要注意。我们日常玩我们自己的云服务器，我们自己的机器，那我们可以随便，没有那么高级别的安全性。现在呢，就来讲第一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我最常用的其实就是 CD， 大家可以看一下 CD。我们回车，它就会到我的当前的工作目录。我们杠 Home。一般的 Linux 都会有 Home 啊，回车。那我们会发现，我们从原来的这个路径到达了我们的 root 这个目录 CD 空格点点，它就回到上一级啊根目录。我们的工作目录在哪里呢？我们 CD 输入一下这样的一个符号，跟它一样。那我们同样也可以去来到我们的工作目录，这就是切换目录进入目录的一种方式。CD 这是最常用的。你可以空格 web， 如果你这个地方有，那它就可以进来。如果没有呢，它就会提示啊，当前这个目录不存在。那我们如果在这个目录下，你不用输入这么长一串一层一层进，你直接比方说 log 啊，就相当于我不用在前面加横杠了，那我就直接在 web 这个目录下进入 log 这样的一个操作。你看，我就直接进了。那前提是你要有目录。我们来讲第二个命令，就是我们的 ls。我们要查看我们这个目录里头有什么文件。那我们回车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我当前的我的工作目录里头是会有自动续签证书的脚本，还有科技 land ch 的脚本啊，这有两个文件。结合我们刚才分享的 cd 啊，我们去到一个其他目录，比方说 home web 啊这样的一个目录，我们回车。进到这里面，我们直接在这块 ls，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目录下的所有文件，比方说我们证书目录，还有我们配置文件目录，还有我们一个 Docker Compose 文件 log 目录 Nginx 的配置文件 Redis 的目录。你 ls 还可以这样搞 ls 空格直接带目录，你有可能我当前是在这个目录，但是我想查看其他目录，我们比方说查看 root 目录文件有哪些，那你同样可以这样去做。那我们就知道了，我的工作目录就在 root 目录。你看 root 目录和我这块的目录的内容是一样的啊，和我工作目录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最高权限的用户。如果你是美元符号的话，你大概率你的工作目录是在 home 目录里面。好了，我们 Ctrl+L 把我们之前的这些全部清空。接下来我们来讲 cat 啊 ，cat 的这个命令也很有意思。
比方说呢，那我们现在再进入到 Web， 我们 iOS 我们把之前学的全部罗列一下 ，CD 到 Home 的 Web 目录，我们在 Web 目录下 iOS 一下，我们可以看到目录和文件，我们去查看一下这个 nginx.conf 这个文件啊，它里面存放的一些什么东西 ，cat 这个是最常用的查看，我们就带上这个文件。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目录，所以直接就带这个文件就可以了。回车一下，我们就能看到这一个文件里面的所有信息，我们不需要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 nginx 的配置文件，这块是它的第一行。这个是 Linux 原始的查看文件内容的方法啊，不需要进去，只读一下就把它读出来，输出一下。这个状态是不能编辑的。你这边如果要查看其他目录的话，你可以带上目录去查看，对，你这样查看也是可以的。即使你现在在工作，你自己的工作目录 root 目录，你也可以用带路径的方式去查看对应路径的文件，一样的效果。好吧，我们 Ctrl S 这边再去掉。好，这是 AT 我也比较常用的命令。还有一个命令是什么？还有个命令也是查看，但是它查看的状态可能不太一样啊。我可以这样去用，这边-F 就让它强制进程在里面，就是实时查看，我们可以做到。一般的用法是我们给它 log 会频繁刷的这种文件，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查这样的一个文件，我们可以直接回车，它就相当于我不退出这个查询过程，一旦有新数据刷进来，会实时更新。如果你想增强一下，我想看后面的100行加100空格这样的，那你可以查看的更多的内容，这个也是我比较常用的。还有再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创建一个目录，创建目录也是我比较常用的，空格-P，我这个目录前面的目录如果没有的话，我也一并创建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比方说我们在 Home 目录下创建一个 Web 1这样的一个目录。那这样的就创建好了，我们去查看一下它 AD 啊，我们就可以进去。我们刚才的那些用法，我们都可以去这样的去使用，就能进来了。进来了，我们 Ctrl S 可以看一下，当前是没有目录的啊。那我们在这个目录下再创建一个，依然是 make dir 啊，我们直接创建一个 nginx 的目录啊，这样的。那我们再看一下 ls， 我们发现这边已经有一个 nginx 的目录了，这就是创建目录。创建文件怎么操作？我一般不常用，但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创建一个 nginx.conf 的这个文件，你可以回车试一下。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2个文件，当然这个文件呢，创建一个空文件。我们一般喜欢用 Nano 这个文本编辑器，直接就去创建这个。当然我这台机器是没有 Nano 的，所以你要安装一下 Nano 的工具来去使用。就要用到我们上期跟大家分享的软件包来管理进行安装，你也可以用科技 LAN 的一键脚本来安装，直接装 Nano 这样的。好，这样就装好了。装好以后呢，我们再用 Nano 就可以到里面去编辑了啊，我们就可以进到这里面来啊。比方说我们编辑一个这样的，我们 Ctrl X 回车保存。那这时候我们会用到我们的 cat 啊，我们刚才讲的 cat 能看文件内容，那我们依然去看一下它，我们可以看到它输出了我们刚才编辑的这个文件内容，活学活用，就基本上就涵盖了你所有在 Linux 使用的常规的场景，正常的一些场景。如果你有些不太了解、不太会用的话，你可以问 AI 啊，问一些人工智能，给你更详细的一些内容。对于这些基础命令来讲，他们不会很智障。接下来来讲 CP 是复制的意思。OK， 我们将这个文件复制一份啊，我们空格复制成什么呢？你可以把它复制成另外一个名字，比方说我们的 nginx.conf 这样的。那么再看 ls 啊，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它就会相当于复制一份这个。那我们 cat 看一下它复制的内容在不在。OK， 同样也是在的啊，活学活用，这几个命令你就来回用就行了，日常也就用这些。MV 也是比较常用的，重命名的话其实也用这个命。我们再看 ls， 我们发现没有那个 nginx.conf 了，而是12这样的一个情况，相当于我们把这个 nginx1移进去
这样的就可以。为什么这样可以呢？是因为如果带斜杠的话，它就会去找这个路径跟目录下是不是有这个文件，它会发现找不到。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相当于在当前目录下，我们去找这个文件，发现有，那我们就把它移动到当前目录下的 nginx 这个目录并且命名它，这样就成功了。对，我们进一下，进去了 ls， 我们发现它已经移动到这个地方来了。那我们把这个也移动过来 ，cd 空格点点返回上一级，我们向上依然是把这个2也给它移过去。这个也移过去了。我们当前目录应该是没文件的 ，nginx 目录现在有2个文件了。好了，节目最后呢，我们讲一下删除命令，好吧？删除命令的话，大家要谨慎去使用。我们把这个 nginx 的目录删掉，怎么删呢？我们 rm 空格杠 rf 这个杠 rf 是什么意思呢 ？r 是递归 ，f 是强制删除，把这个目录直接删掉这样的就删掉了。我们再 rs 我们就看不到这个目录了。那我们再创建一个文件，删文件的话就直接是杠 f 就可以了，它是强制删除，那你就没有了。这删除的话有2种，一种是删目录，你必须要带杠2，然后一种呢删文件，我建议就是把杠2去掉，就直接强制删某一个文件就可以了。那今天讲的这些命令呢，你可以来回把玩，频繁记忆训练，记在脑子里的这种东西活学活用以后，日常使用就够了。有些复杂的呢，我们回头再慢慢的研究。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讲的比较基础，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